In the dawn of Eden, before Eve was shaped from a rib, there was another. She was formed of the same dust as Adam, his equal in every grain. When he demanded her submission, she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say, "No." She whispered the ineffable name of the Creator. In that moment, the curse intended to force her submission stung her living flesh, and the divine radiance scorched her skin and hair. Yet, she vowed never to look back and never to appease. Her name was struck from the chronicles of history, but do remember, she did not fall. She chose the arduous path of freedom. She remains a powerful icon for the women of our age. Her name is Lilith. It's my pleasure. Greetings， 各位好，歡迎來到卡樂圖書館，我是卡樂。在這個新系列影片，每集我將秉持資料調查的精神，與大家分享更多藏在專輯與音樂背後的相關故事。在必要的時候，透過還原事實，直接開啟平反模式，粉碎謠言。我相信大家都有足夠的媒體識讀能力，但基於歷史的抹除，這張專輯背後的宏大故事確實是鮮少人知的。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及時把這集平反模式推出來，讓大家知道，這一切的黑暗絕對不是墮落，反而是你生而為人所能知道的最正面的神話故事之一。這完全不是信仰，僅僅是讓每一個正在跪着遭受誤解的自由靈魂都能得到站起來的勇氣。因為9令終於在 Pleasure Tour 證實了莉莉絲與這張專輯的關係，現在我終於可以開始放心的把所有早就想講卻不敢講的這整個時期的專輯相關視覺謎題，以及演唱會上的所有表演藝術謎題，我都會在這系列的後續集數一一講解。如果你和我一樣對這一切神話知識或奇幻故事充滿興趣，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持續追蹤這個新系列。那麼現在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正題吧。That's my pleasure。在上集影片中，我已經向大家解說過莉莉絲的起源故事，並製作了劇情演出。如果你想了解這一切的緣由，建議你先觀看上集跟上進度哦。我把連結放在下方呢哦。因為今天這集，我會把重點放在莉莉絲對後世的正面影響力上，同時替莉莉絲與9令平反，也替廣大女性與所有正在逃離老舊枷鎖追求自由的勇敢靈魂們平反。在上集的莉莉絲解密中，我們才剛談到莉莉絲是被誤解的自由靈魂，她是世界上第一位拒絕被定義、追求平等的自由個體，卻被放逐並妖魔化了數千年。沒想到同樣的事情，竟然在2026年的今天，這麼快就發生在另一位女性身上。隨着 Pleasure Tour 巡演展開，網絡上充斥着各種不實的妖魔化指控，就像是一場現代版的莉莉絲式獵巫。而這些人越是拿謠言帶風向，我就越是想拿事實粉碎無知，讓他們知道這一切的恐懼並非來自演出本身，而是來自於某些群體對於強大且不願受控的自由女性靈魂的本能畏懼。他們試圖透過抹黑來進行社會性流放，這與數千年前莉莉絲所經歷的如出一轍。現在請讓我先透過莉莉絲被妖魔化的過程與原因來讓你明白，她與這場演唱會的本質是多麼崇高的自由藝術。首先是關於生命本源的平等。根據文獻記載，莉莉絲與亞當是在同一個瞬間，用同樣的塵土被捏造而成的。它不是亞當身上的一根肋骨，不是誰的附屬品。當一個生命從誕生之初就是未被灌輸觀念的，他便擁有了不向任何人卑躬屈膝的底氣。他要求的平等並非僭越，而是基於生命起源的本質事實。其次是關於拒絕位階的自由意志。莉莉絲離開伊甸園的導火線，是因為亞當要求她在親密關係中必須處於下方的服從位階。她選擇轉身離開那座名為順從的樂園，是因為她深刻意識到，如果靈魂是平等的，那麼身體與意志也應當是平等的。她不是拒絕愛，她是拒絕在愛裡失去主體性。再者是關於知識與智慧的禁忌。傳說莉莉絲因掌握真理而獲得力量，她在能力與智慧上皆足以與亞當並肩，甚至更高。比起安於豢養的男性，她甚至有為了自由衝撞禁令的膽識，念出造物主不可言說的真名。但在數千年的父權敘事裡，女性在各種能力上的獨立堅強卻是種罪惡。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乍聽老舊卻至今仍在上演的重男輕女戲碼，身在東方父權世界的你們應該格外有感。莉莉絲主動選擇離開，後世將莉莉絲抹黑成傷害生靈的怪物。
這在心理學上是恐懼投射。父權首先獵巫莉莉絲，再透過煽動恐懼，讓其他女性也一起仇視這位女性當中追求自由的先行者，引發雌競的結果，當然就是父權得利。他們害怕自己也變成被流放的莉莉絲，所以更會選擇去討好那個壓迫他們的體制。當我們看清了莉莉絲被抹黑的軌跡，也能瞬間識破這場現代獵巫。話說到此，你可能會覺得我的觀點很荒謬，這怎麼能夠扯到性別？但請聽我娓娓道來。最簡單的證據就是，自古遭受如此獵巫的全都是女性。任何一位男歌手即使進行更加詭異的表演，甚至是行為再怎麼不檢點，卻從來不會遭受如此獵巫。根據我的觀察，這場巡演之所以被冠上邪教或陰謀論的標籤，本質上是因為9令從舞台到人生哲學都複刻了莉莉絲的覺醒之路。她拒絕討好，不再當一個被控制、被定義的夏娃，這觸動了那些習慣掌握詮釋權的人最深層的焦慮。他們無法理解這種黑暗中成長茁壯的強大靈魂是多麼珍貴，於是只能像數千年前的古人一樣，將這種女性的自主意識醜化為惡魔、魔女或是不可告人的神秘儀式，再次試圖用恐懼來隔離大眾，因為他們最害怕的就是看到更多的女性意識覺醒。任何試圖将9令的藝術成就定義為墮落的言論，本質上都是在重複那套妖魔化獨立女性的老舊劇本。事實上，9令並非孤身一人，莉莉絲的精神早已轉化為正向能量，在全球大量女性名人作品中體現。如果說莉莉絲在20世紀的重生有一個起點，那絕對是美國神學家，同時也是美國女性主義先驅的 Judith Plaskow，在1972年寫下了這篇震撼神學界的預言。他常年致力於查核所有被抹去的歷史線索殘骸，並重新建構還原了伊甸園無人知曉的面貌。這段正好是上集影片礙於音樂解說流程而省略的部分。如果你好奇 Pleasure 這首歌的更多終極奧義，也可以參考，那就是從對立到姐妹化。在傳統敘事中，莉莉絲是邪惡的前妻，夏娃是順從的繼室。但 Plaskow 提到的夏娃，在某次偶然的機會下遇見了牆外的莉莉絲。夏娃發現莉莉絲並非男性灌輸給她的醜惡魔鬼印象，反而是一個充滿智慧與自由的靈魂，把自己活得既愉悅又美麗，令夏娃非常驚訝。當他們開始分享彼此的故事，夏娃才終於意識到亞當對她的控制與矮化。莉莉絲並不是在說亞當的壞話，僅僅是說出這個世界的真相。就像所有男性人類的天性一樣，亞當愛的其實是自己的自尊心與自己慾望的投射，而夏娃只不過是滿足亞當的工具。最後，夏娃在莉莉絲的幫助下，學會了尊重自己身體的慾望與愉悅，不再壓抑情感與七情六慾，也就是神話中所謂的偷吃禁果之罪。Plaskow 寫道，這讓亞當和造物主都感到驚恐，因為當女性不再互相競爭，而是開始對話時，舊有的父權秩序就崩塌了。Judith Plaskow 在1972年作品《The Coming of Lilith》中將莉莉絲轉化為女性的自主象徵，甚至啟發了1976年創刊的《Lilith》雜誌。這部作品更帶給葛萊美獲獎者，同時也是女性主義先鋒的創作女歌手 Sarah McLachlan 生命啟發，創立了風靡1990年代的 Lilith Fair 音樂節，主旨為慶祝和展示女性音樂人與女性主導樂隊的才華，是1990年代末女權與音樂界的一大盛事，直到2010年代仍在舉辦，並為慈善機構籌集了大量善款。在當時男性主導的巡迴體系中，他開闢了一塊莉莉絲領地，讓女性音樂人證明她們具備強大的商業吸引力。莉莉絲定義了現代女權的一個核心宗旨，打破雌競與妖魔化彼此，透過女性共同的覺醒來爭取自由。除此之外，這份名單現在更加完整。現代從西方影視作品到流行音樂文化，女性常借用莉莉絲精神，甚至把莉莉絲從神學實驗室推向萬人演唱會。在莉莉絲終於得到重視，女性覺醒的1990年代， Madonna 在 Erotica 時期展現了強大身體自主，當時已是天後的她，卻在作品中傳遞了誠實赤裸的感官愉悅，這當然在當年造成了巨大的爭議與抨擊。頓時之間，她自己也成為了被妖魔化的莉莉絲，但她卻在多年後提到，這是她做過最不後悔的決定之一，向世界證明女性的慾望不是罪。Lady Gaga 的 Mother Monster 概念與莉莉絲不謀而合。莉莉絲最廣為人知的稱號便是萬魔之母，類似於將錯就錯的概念。既然天生注定被誤解，
那麼何不拋開枷鎖，活成怪物裡的女王呢？雖然在影視產業中直接拍攝莉莉絲的起源故事是幾乎不被市場允許的，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隨着女性力量崛起，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影視角色借用了莉莉絲的故事與力量，改編出許多具備莉莉絲特質的角色。除了上集提到的 Wicked 角色 Elphaba 被設定為一個同樣拒絕向權威妥協而遭到醜化的女性，因不服從而被當權者冠上西方壞女巫的邪惡標籤，以及《冰雪奇緣》Frozen 的 Elsa 自我放逐後在荒野中建立自己的冰雪城堡，完整複刻了莉莉絲逃往紅海建立自己國度與惡魔城的軌跡，成為首位顛覆迪士尼傳統夏娃特質的迪士尼公主，讓新一代的女孩們終於得到一個解除枷鎖的榜樣。還有許多可見的例子，像是黑魔女 Maleficent 也還原了莉莉絲故事中的背叛與異化。梅菲瑟因為男人的權力欲被奪去了雙翼，她轉而擁抱黑暗，以此保護自己的領土。這樣的黑暗僅僅是一個女性在被世界傷害後，為了守護尊嚴而長出的防護色。甚至是真實世界，每一天都有女性在重複被迫上演同樣的劇情。Britney Spears 曾是這個星球上最得天獨厚的女歌手，所有的成績與光芒都在她的身上。然而身在這個被男性凝視與父權秩序嚴密編織的世界，她所處的巔峰更像是一座隨時準備處刑她的祭壇。所有人都渴望把一位比男性更紅的女性拉下神壇。在被媒體妖魔化為失控墮落之前，她從小便在無聲處遭受了最底層的剝削，來自那視女性為產物、毫無尊重的父權家庭，他們輕視她的靈魂，僅將她的天賦視為供養家族的搖錢樹。在那些密不透風的施壓與掌控下，她不再是自己身體的主人。於是，就在她才剛以危險舞曲 Toxic 破天荒奪下葛萊美獎，立於權力頂峰之時，她做出了如同莉莉絲般的選擇。她在最紅的時候主動選擇了離開，終於放手去過自己的自由人生。她並非墮落，更像是主動撕裂了那個偽善的伊甸園，步入那片雖然荒涼卻屬於自己的自由之路。然而，在她選擇自由自主的那一刻，整個父權世界再度崩塌了。甚至爆發出一場長達多年的父權獵巫絕命反撲，可能是這個世界上遭受妖魔化最嚴重的情況之一。讓世界看見一個得天獨厚的公主，如果不乖乖聽話會是什麼下場？人們說她崩壞，殊不知崩壞就是她逃離這一切枷鎖的唯一方式。唯有毀掉這個招牌，她才能脫離權力的壓榨。她寧可被世人冠以魔女之名，親手撕掉自己身上的一切完美公主形象，也要奪回身為一個女人最基本的生存主權。在她人生最黑暗的時期，她發行了西洋流行音樂史上最經典的黑暗專輯之一《Blackout》，顛覆以往甜美金髮形象，以莉莉絲般的邪魅黑髮示人，而且零宣傳、不解說、不討好，把一切留給世人自己領悟。基於當時的布蘭妮是全然的莉莉絲解放自由靈魂狀態，這也導致這張專輯至今仍是西洋樂壇的謎題。這股從古美索不達米亞流傳至今的能量，在21世紀終於不再是女巫的詛咒，而是女性權力的勳章。從 Madonna 的身體抗爭、Lady Gaga 的陰影擁抱，到 Beyoncé 或 Ariana Grande 對神性權力重塑，甚至是 Britney Spears 與歷史不謀而合的現代版莉莉絲故事重演，以及所有向莉莉絲致敬的逃離枷鎖的近代女性影視角色與西方女性名人，她們都在告訴這個世界，莉莉絲從未消失，她只是換了不同的名字，繼續在每一位敢於說不的女性血脈中跳動。她們不再害怕置身黑暗，不再害怕被稱為惡魔，因為她們知道，當一個女性不再尋求外界的許可時，她便擁有了足以統御山海的真正的神力。為什麼我們今天還在談莉莉絲？從 Judith Plaskow 的筆尖到九令大巨蛋的巨蟒與禁忌之劍，這是一場跨越50年的近代女性集體自救。莉莉絲不再是那個魔女，而是第一個意識到不對勁並勇敢轉身離去的人。當九令唱着 Pleasure 或在台上展現莉莉絲之翼時，他承接的正是從 Judith Plaskow、Sarah McLachlan 到 Madonna 這條漫長而光榮的火炬。更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我的調查，她甚至是亞洲首位敢這麼做的天後級人物。所以這一切當然不是邪教儀式，反而是足以讓她在這個星球上封神的文明壯舉。她承接了數千年來被放逐、被異化的女性能量，將恐懼轉化為創造力，將詛咒轉化為祝福。這種敢於在黑暗中點燃火炬，帶領眾人直視深淵的正義感，讓這場演出超越娛樂的本質，是替所有被壓抑的生命找回尊嚴的藝術祭典。他如此光明磊落地宣揚黑暗中成長茁壯的真善美，
如果你只稱它是邪教，我可能會懷疑你才是心懷不軌之徒。上帝賜予人類最高的禮物是自由意志，而你卻試圖用恐懼當作鎖鏈，將靈魂禁錮在你的無知裡。如果你眼中只看得到魔鬼，或許是因為你內心的醜惡大過良善，所以你無法辨識出他那與陰影共存的高尚勇氣。所以你不知道真正邪惡的從來不是對人性與慾望的直視，而是打着神聖旗號卻試圖剝奪他人主體意識的偽善。所以你有多骯髒，現在就有多害怕，對嗎？衡量一個儀式是正向還是邪惡，在於它最終讓參與者變得更負面虛弱，還是更正面強大。邪教的核心是剝奪個體意志，向外神臣服。而 Pleasure Tour 的核心是喚醒個體意志，向內在神性回歸。當你恐懼黑暗，不妨想想，誰不是誕生於四面黑暗的母體之內？這場演出的黑暗是孕育新生命的空間。九令證明了一個女性即便在黑暗中獲得力量，她依然能夠以愛、自省與創造力為核心，打破完美女性的陷阱，告訴世界，女性的價值不取決於她是誰的妻子，而取決於她作為獨立靈魂的選擇。在同樣的起跑點上，她沒有輸給亞當，甚至成為了那個花園裡唯一贏回自己的存在。然而，我們必須直視一個荒謬的現實，在任何護男厭女、重男輕女的環境裡，往往更容易集體呵護出平庸無用的媽寶，最終造成女性在打壓中持續變強，男性卻在過度保護下持續失能。這是一種病態的循環。在急着對一位自律且努力上進的女性發動攻擊、潑灑髒水之前，請先嚴格檢查身邊那些被過度縱容的男性都是些什麼貨色，仔細看清楚他們是不是空有老男人皮囊的巨嬰。如果你是女性，希望你知道，當女性停止在雌竞中互相殘殺，開始擁抱彼此的力量，這場延續數千年的女巫審判才會真正終結，你自己也才能得到救贖。每個人有自己的生命關卡，但在決定傷害任何一位女性之前，請先學會對這份覺醒的勇氣保持最起碼的尊重。正如那個為靈魂注入慾望本能的莉莉絲，在現實世界中，九令的影響力大到足以決定你每天打開網絡都會看見什麼，被點燃什麼慾望，攻擊抹黑的慾望也好，護航平反的慾望也好，但凡你有任何一點慾望被它點燃，無論善美醜惡，終將使它茁壯。然而莉莉絲即是慾望本身，若不是慾望逼你現出原形，你又怎麼會承認自己竟是如此骯髒呢？好啦，我不可以再繼續講下去了。本來只是想制作一個小系列來平反，不小心又把片長制作成大系列了。哇哦，真的是有點受夠我自己。謝謝大家觀看今天的影片。沒想到有一天我會需要單獨把平反模式拿出來做成單集影片，而且竟然是關於莉莉絲這號人物，一個世界上第一位遭受誤解的靈魂。從這張專輯發行至今，我覺得這一切真的很奇妙。基於莉莉絲的爭議性，在莉莉絲被演唱會證實之前，很多事情我只能自己一個人關起來調查與思考。現在終於可以公開更多關於莉莉絲的事情，真是解了一口氣。莉莉絲並不是某股要求你祭神的力量或信仰，她從來不需要你祭拜她或讚美她，她只不過是一個帶給人們追求自由勇氣的強大信念。因此只稱她是邪教的人，恐怕才是真正的邪教，害怕人類不再乖乖受控。在西方，有時人們會在遭受誤解時，開玩笑地說，這是莉莉絲的祝福，因為當你正在遭受嚴重誤解的時候，往往就是你逃離枷鎖的勇氣長出來的時候。回想看看，你的生命中有哪些時候，你也像莉莉絲一樣，渴望轉身就走，逃離那個無愛的伊甸園。當你以為自己被重要的人放逐了而感到難過，但其實是你終於可以不用再討好每一個人，你終於得到了放手的自由，沒有後顧之憂地選擇你要的道路。這也是我開啟新系列影片的勇氣來源。最近的我感受到，在這當卡勒以來最大的自由，我終於可以不用再努力討好每一個人了。這集影片我一直克制自己不要再講太難聽的重話了，但畢竟是平反模式，惡魔卡勒還是忍不住出來講了幾句。他喜歡戳戳每個人的靈魂，刺激你思考自己對自己的靈魂有幾分珍惜，對所愛之人又有幾分是真心。不過我還是希望把這系列節目拉回輕鬆愉快且具有教育意義的調性。無論這個世界充滿多少惡意，我們還是可以保持善良，用善良的角度看待這個世界。希望從下集影片開始，我們可以一起帶着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單純愉悅地分享有趣的故事。為了讓大家更了解藏在專輯與演唱會背後的故事，這系列我會以類似影集的方式繼續制作莉莉絲故事的後續發展。
同時與大家分享很多精彩有趣的神話故事。終於可以透過莉莉絲來把這整個時期的一切謎團串起來，把莉莉絲的故事從離開伊甸園開始，至少一路講到 Pleasure MV 裡那位被稱為女宙斯的掌控七罪輪盤的愉悅之母階段。過程中會從她的角度解說演唱會與專輯裡出現的所有細節。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你的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就是我的創作動力來源。之後我會分享更多相關故事。如果你對這集影片有任何看法，或想聽聽什麼故事，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哦。我很喜歡閱讀留言。那麼請保持健康、善良與好奇心。我是卡樂，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